首先来聊聊永久居民的移民数据吧。永久居民也就是 PR 类的申请，这个移民指标图表里面呢，我们按照移民部自己的业务分的3大板块呢，做了一个汇总，那就是经济类移民、家庭团聚类移民以及难民和人道主义相关的移民数据。这个图表里边呢，橙色的部分呢是去年 IRCC 公布的预计2025年和2026年的移民数据，以及今年 IRCC 更新的预计2025年和2026年的移民数据。那今年更新的呢，我们用一个绿色的图表来体现，大家可以更容易的区分出来这个时间和数字的差异。总体上来说呢，随着移民的行业巨大的压力，还有选票的压力，IRCC 整体上进行了非常大的移民配额的缩减。从2023年当时更新的是50万的目标，直接缩减到了今年的39万5千，有20%的减少。到了2026年呢，会进一步的缩减，直接减少到38万，这个是24%的一个 reduction。那经济类移民呢，一直是 IRCC 主要经营的移民项目，每年大概60%的名额。所以呢，移民指标的缩减受影响最大的呢，其实也是经济类的移民项目。你可以看到，经济类移民整体上的配额呢，减少的幅度是比其他类型的移民业务要减少多的。具体细分的项目配额呢，我们可以快速来看一下。大家可以看到，联邦的高技术移民，这个呢其实就是 express entry 呢，这个呢其实它稍微有点增加了配额。去年呢预计是25年有11万7千的人数，今年直接扩展到了12万4千，这个其实是非常利好异议申请人的。同时呢，2023年下半年他们推出了一个分组邀请的规则，所以对于分组邀请还有组外的常规的这些数据呢，它也细分了一下。这个呢我稍微会展开和大家详细聊一聊。到2026年呢，它也有5%的提升，所以呢，这个其实是非常棒的一件事情。第二个分类呢是联邦商业类的，联邦商业类的项目里面呢，目前只有 SUV 就是创业移民以及Federal 自雇联邦自雇移民。大家知道去年呢，联邦自雇移民应该是今年已经暂停接收邀请了。然后呢，商业类 SUV 项目呢也审批时间非常久。2023年呢预计的配额呢到25年还有6000人，今年直接重创，减少了67%，只给了2000个名额。到了26年呢，剩了1000个名额，减少了83%。我的推断呢，有可能是 IRCC 计划进一步 sunset SUV 这个项目。大家也知道，现在商业类的 SUV 创业移民以及自雇移民呢，它的审批时间的排期都已经从40到48个月左右了。我可以预计，在随着这个配额逐渐减少呢，明年的审批时间大概率还是要进一步上升的。但是具体这个审批时间等待要增加多久呢？那只有等明年再看了。经济类试点呢，就是各种类型的临时试点项目，比如偏远地区的移民试点RNIP 以及 HCCP 这一类的护工护理的试点，还有农业类的 agriculture 的移民试点。那这类试点项目呢，明年也有26%的配额减少，从14000人减少到了1万人。到2026年呢，会进一步减少28%。大西洋原来也是一个试点项目 ，AIP 呢现在是一个永久项目了，它的名额呢也大减40%，从去年预计的8500人减少到了今年预计的只有5000人。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项目，省提名项目，这个呢可以说是直接被腰斩，它甚至多于一半，它的配额从去年预计的12万人直接减少到了5万5千人，这个5万5千人的人数已经回到了2018年的水平了，减少了54%。省提名项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移民项目，因为像留学生student， 还有就是说那种紧缺的岗位他们很多时候都是通过省提名项目来申请拿到身份的。那对于省提名项目的申请人来说，这个名额的减少，等于说他们通过这种途径拿到身份的可能性也会少很多。还有一点呢，是几乎所有的省份加拿大有13个省和地区，10个省3个地区，那有9个省份和2个地区都是参与省提名项目的。所以如何有效的把这个5万5千的名额呢分到9个省，还有就是2个地区，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挑战的事情。这个只能等到明年再看了。魁北克省呢，魁北克是有很大的自主选择权的，所以呢，魁北克省每年的移民配额其实都是他自己来规划的。IRCC 在进行总的这个年度人数计算的时候呢，他会直接用一个 plug in 的数字，就是34500人。但是呢，其实去年 IRCC 不好意思，魁北克在自己公布移民规划的时候就已经说了，他24年和25年呢是要用5万6千人的名额的，这个就是他明年预计可能会要接纳的人数。最后一个无身份
合法化的临时项目，这个其实就是让一些没有身份的在加拿大现在主要是 GTA 地区从事建筑行业的人，他们能够洗白身份，甚至最后拿到 PR 卡的一个项目。这个其实是非常小的一个临时政策，但其实可以忽略不计的人数。